释放，银色簪已发光，呼啸的剑锋擦亮，水是因铁而战，善良被邪而埋葬，现实悲恨浓张，自尊被踩在战场，风潮遮蔽曙光，伤痕记载着心脏，下一秒撕开诡异的谎，染血的土壤，锐利的刀枪。倔强在这一刻用眼神协商，愤怒在狂燃，天地间交战，和戦斗一样让它闻风丧胆，肆虐的野蛮，一个也不放。我是自己的神，从来不投降，眼里的希望，黑暗中绽放。我让所有眼泪全部都风干。Madam，我需要你解释一下刚才发生的事情。你刚才也在现场，你还需要我解释什么？我就是看着拿枪对着快刀手，他手上也有武器，他要你的命啊！为什么你不开枪？我们明明可以把他抓回来的，现在他逃走了。我需要一个交代，要不然没有办法扶你。我不开枪，当然有自己的理由。有什么事情重要过把杀人犯给抓回来了 ，Madam？ 不要那么火爆，慢慢说。我已经让他慢说了，让开，让开。OK。Madam， 我需要一个解释。不管我做什么，没有必要对你负责，也不需要跟你解释。你要怎么想随你。总之，我会向上头报告的。Madam。什么？我说他不会开枪，不敢开枪。欧阳，你这样说好像他误人了。我看 Madam 一定是有他的苦衷。我有这样无能的上司才是我的苦衷，明白吗？欧阳啊，别这么快下定论了，任何事情有起因的。是啊，我想 Madam 也不是故意放走快刀手的吧？你们一个两个做什么啊？要拍马屁进他房间，不要跟我说。让开。来。
敢相信 ，Madam 不敢开枪啊！你的意思是说我在说谎？我不是这个意思。不过你看，像 Madam 那么酷的形象，一定是那种拿起枪，砰的一声就义无反顾的辣手神探。真的很难相信 Madam 不敢开枪。这种叫什么的嘛？叫装出来的。她就是内心脆弱，根本就是外强中干那种女人嘛。不要那么刻薄，贬低别人也抬高不了自己嘛。我可没有这么想啊，我不需要抬高自己呢，贬低别人的。有没有料，迟早都会知道，骗不了人的。老弟啊，我问你啊，你以前追逃犯的时候，最高纪录几天没睡过觉5天5夜，最后呢，逃犯给我抓到。没人追查灭门惨案的时候啊，7天7夜没睡过觉。哇，秘书，Madam 是铁人啊。就是啊，明叔有点夸张啊。我不管你相不相信啊，我只是要告诉你啊，整个警察局不是你一个人在努力工作，也不要抹杀到每个人的价值。好，够了，我不想听你说教啊。其实 Madam 在处理事情的时候，一定很清楚自己在做什么。她也不像是一个会手软的人。我总是觉得她和快刀手的关系有点不寻常。我想 Madam 不敢开枪，只是针对快刀手吧。快刀手杀了潮州佬和红毛猪，应该是逃亡。要是留下来的话，应该保持低调。他现在选择袭击 Madam， 不觉得奇怪吗？这样听起来还真的有点奇怪。林叔，你是不是知道些什么想隐瞒大家？这本来是 Madam 的私事，不想说。不过为了不让你们对 Madam 产生误会，我告诉你们，3年前本地出现了一对鸳鸯大盗，记得吗？没想啊。啊，这么久的事，谁还记得？鸳鸯大盗是对情侣，专门行劫金铺，干了3宗大案，期间还杀了2个人，最后男的逃亡，女的却被打死。没错，女的叫 Linda， 男的就是快刀手。当时 Madam 在追逐鸳鸯大盗的时候，别跑！再跑我开枪了！Linda，走，你快点走，你走。后来快刀手下落不明，没想到他却胆敢出现。原来快刀手一直不离开，是为了对付 Madam。那 Madam 现在的处境不是很危险？我想 Madam 没有向快刀手开枪，应该和这件事有关。或许他当年意外杀了 Linda， 内疚。唉，看来啊，需要看心理医生的人是他。我知道那是一场意外，可是我始终杀了一个人，一个活生生的人，就这样被我杀了。这是你的职责。当时你无法控制意外的发生，你也已经尽力了，不要再责怪自己。我知道，大家都说那对鸳鸯大盗是十恶不赦的罪犯，死不足惜。不过他该不该死，不能由我来决定。我到现在还是无法忘记他临死前的眼神。如果时光倒流，让你再回去当时的那一刻，给你重新选择的机会，你会怎么做？我还是会开枪。有些事该做的还是要做的。如果你选择逃避的话，永远都不能解决问题。
我希望你能坦然地面对心里的恐惧，才有机会战胜它。其实这个世界上还有很多很好的人，还有很多美好的事情呢。吴医生，西纯，对不起啊，没事吧？幸好没被你折断。到底发生什么事啊？我以为你是罪犯。如果我是罪犯的话，这就是我的武器啊！哇，胡医生，这个时间送花给 Madam 吧。那这个时间你们2个又在这里干什么？既然有胡医生在嘛，我们任务就执行完了啊，走吧。什么任务啊？你们可以走了。哎，胡医生，看不出来，一表人才会用这招，有眼不识泰山了。哎，我可是光明正大追小妾了，我没有在暗地里啊。还不走 Yes, madam. Yes, madam. 哎，你还没告诉我发生什么事啊？哎，平时他们一点交流都没有，没有想要搞地下情。你八卦？你说一个人喜欢怎么样的人，是不是跟他的职业有关系？会吗？你看，吴医生每天接触冷冷冰冰的尸体嘛，所以他肯定会喜欢冷冷冰冰的安小姐。我发觉你一天不损人啊，嘴巴会坏的。祝你好业啊！我知道你想快点抓到快刀手，但也不用拿自己来作恶，太危险了吧？我有把握保护我自己，而且有欧阳和迪伦暗中保护，不会有事的。哎，这什么东西啊？如果快刀手趁我不在的时候闯进家里，这个夹子会掉在地上。看你准备的这么周详，我开始有点放心。早就该这样嘛，你应该对我有信心。哎，我帮你把花换了。好，去拿水给你喝。谢谢。你刚才好像很介意你的同事知道我们之间的关系啊？你怎么说的？我们之间好像有什么暧昧的关系？你不要想那么多了，我只是不想他们回到警局到处宣传，我懒得解释而已。你不想解释，很简单，接受我成为你的男朋友，那就不用解释这么多。还是做不到。哪有那么容易给你做到？我从大学开始就追求你，这么多年了，你应该同情我一下，给我一点机会。对了，红毛猪那件命案的解剖报告出来了没有？你这样子转换话题太明显了吧？如果你现在不想谈公事的话，我明天可以去你办公室拿报告的。真拿你没办法。死者身上总共中了4枪，大腿跟腹部的2枪是凶手在他前面开的，而背后还有右边太阳穴的2枪，却是在他后面开。照说响尾蛇当时的情绪应该很激动，又是以复仇为目的的去找红毛猪。如果要置对方于死地的话，为什么要大费周章的转移位置开枪呢？这样的行为好像不太合情理。我也怀疑凶手有2个，前后2枪不是同一个人开。鉴证科已经证实，死者身上的4颗子弹都来自同一把手枪。如果凶手有2个，难道他们共用一把凶器？有可能。只可惜到现在我们找不到凶器，所以目前为止，嫌疑最大的人还是响尾蛇。可是如果不是他，那最可疑的人是谁呢？根据胡医生的推测，现场可能有多一个凶手。我想知道你们对这一点有什么意见？原来昨天晚上他们见面，只是为了讨论案件。
欧阳，你有什么看法？其实我认为胡医生的推测也是正确的。我开始的时候也是怀疑的，如果响尾蛇不肯认罪的话，他大可否认开过那2枪啊。但是为什么坚持最后2枪不是他开的？或许他只是想减轻罪名，只要致命的一枪不是他开的，就不能构成杀人罪名了。虽然这前后4枪很可疑，但是这4枪都是来自同一把手枪所发出的子弹。那如果说有2个凶手的话，这一点说不通的。我们先别管这一点。假设响尾蛇不是唯一的凶手，现场还有另外一个帮凶，那个人会是谁呢？血玫瑰。那么，非常好。大家想想看，一连串的命案下来，金牙、潮州佬、红毛猪先后被杀，连响尾蛇也被抓了。原本最有机会续成龙头老大这个位置的人，全都被消灭了。整件事最后得利的人是谁？血玫瑰。这么说，血玫瑰是整个事件的主使者。假设血玫瑰聘请快刀手杀死金牙还有潮州佬，引起响尾蛇和红毛猪互相猜疑，然后利用新梅的死，让响尾蛇对红毛猪进行报复，最后杀死红毛猪，嫁祸给响尾蛇。其实动机真的很简单，就是血玫瑰妒忌响尾蛇在外面有女人，所以他计划坐享渔人之利，想要成为新一代龙头老大。如果这个推测成立的话，那我们一直找不到的凶器，很有可能就藏在血玫瑰那里了。孟太太，我们怀疑你家里可能藏有和命案有关的重要证据，需要进行搜查工作，希望你跟我们合作。我不认为你们可以找出什么，希望你们能快一点，不要浪费我的时间。我们会尽快完成搜查工作的。你老公旁边的人是谁？不认识。麻烦你再看清楚一点。我说不认识就不认识，我看一眼就知道了。那他们2个拍这张照的时候，你们认识了吗？应该还没吧？不记得了。我们需要这张照片当证物，没意见啊？随你。总而言之，不要再来烦我就可以了。这个就是你要找的人啊？不知道。他跟凶手一样没有位置。没错。可是我到现在还无法确认，他是不是杀死我父亲的凶手。你真的一点印象都没有了？那个时候，我非常的害怕，我没有机会认出凶手的样子。救命啊！救命啊！迪伦，你在这等爸爸，千万不要离开哦，不要离开哦。迪伦，走开！
放心，总有一天我们可以抓到他的。我爸爸因为见义勇为而牺牲了，可是那个作恶多端的凶手却一直逍遥法外。有时候我真的在想，这个世界上真的有正义吗？你忘了以前为什么我们两个当警察？因为我们要证明正义是存在的。因为你那句话，我当了警察。一样，我现在也要说同样一句话：正义是存在的。有时候，我希望自己能像你这么乐观。我们一厢情愿地相信正义，正义真的存在吗？其实很多时候我很羡慕你的，你有个那么见义勇为的爸爸。我在想，当初他遇到凶手的时候，他应该很清楚自己对付不了他们，但是他还是上前去帮助那个被打击的受害者，这就是他所谓的正义，懂不懂？他是个非常非常勇敢的人。所以，如果你怀疑正义是不存在的话，你爸之前所做的一切都是愚蠢的，都是没有意义的。如果给他这样想，他在上天呢都会这样瞪着你。美好的事情是值得我们去坚持的。所以呢？正义是存在的，啊！你看，那不是婉柔？哦，对不起，真对不起啊。你没事吧？没事，有一件事我觉得蛮奇怪的。什么事啊？我觉得你的影响力不够大。怎么说呢？照理说，你们两位从小一起长大，应该互相影响的。为什么你的好兄弟的行为这么幼稚呢？关于这一点，我觉得困扰。少啰嗦了。那如果顺路的话呢，我载你一程；不顺路，拜拜。不管你要去哪里，我们都送你。我要去孤儿院，顺路吧。不好意思，他就是这么无聊。他还蛮有童真的。他小时候更顽皮啊。是吗？我记得有一次，他和几个小孩在这里办死尸，吓得我差点去报警。你看，现在都30岁了，脑袋还停留在10岁阶段，我真的是拿他没办法。打过你们啦！婉柔，婉柔，你不是说要见小丁吗？是啊。我带你去找他。好的。院长，我觉得好奇，想问你一件事。什么事啊？为什么其他孩子都叫你欧阳妈妈，就只有迪伦和欧阳称呼你为妈的呢？他们两个跟我特别有缘，尤其是欧阳，他还是我的救命恩人呢。不是吧？真的。
要不是他，也不会有这家孤儿院。以前我是一个女强人，在商场上打拼了10几年，总算有一点成就。后来，因为是我一个错误的决定，让公司损失惨重，当然我也被裁退了。那个时候我才发觉到，我除了失业，我真的是一无所有了。我好沮丧，所以我决定跳楼自杀来结束我的生命。你会想要自杀？怎么？我不像一个会自杀的人是吗？你给我的印象一直是很积极、很有魄力的院长，我的确是觉得有点意外。我要跳下去的那一刻，忽然我听到一个小孩子的哭声，是欧阳吗？那个时候他只有3岁，他已经被他父母亲遗弃在天台上整整2天，他不敢离开，一心只盼望着他父母要带他回家。我看他哭得好可怜，我就把他抱起来，我问他：“孩子，你也是一个没人要的可怜虫是吗？”你知道他怎么回答我吗？肚子很饿。他往我身上撒了一泡尿。幸好有他那一泡尿把我淋醒了，我就放弃了自杀的念头。当时我的家人都不在我身边，我也没有个家，我就下定决心，要让更多像他这样的孩子有一个温暖的家庭。温暖之家就是这样成立的。欧阳丽，你是不是嫌命长啊？啊，是不是啊？跟你们说过了，不要随便开枪，现在伤到无辜市民，对不对 ？Yes sir。你呀，怎么又在这里教坏我的小孩？妈的，我什么时候教坏你的小孩子啊？我只不过让他们认识什么叫做警察抓贼嘛，对不对？一个敌人已经被你拉走了，你是不是想把我孤儿院的孩子都带去当警察？对不起，欧阳妈妈。不关你们的事，去玩吧。没有用。妈的，我哪有那么大本事逼敌人当警察？还顶嘴！哎，妈的！小丁乖不乖啊？你不要再骂欧阳了，是我听小时候当警察了，当警察可以跟坏人斗智斗力啊，过程中啊非常紧张的啊。妈的，我没有骗你吧？我没有用枪逼他的。还说不是你？本来他很有绘画天分，应该是朝这方面去发展的。以他的聪明才智，我相信他一定能够成为我们孤儿院之光。都是你呀，毁了他前途。当警察不错嘛，当画家没有赚。一个你在外面拿枪抓贼，已经让我提心吊胆了，现在还2个啊！哦，你们是不是想试探一下我的心脏有多强壮是吗？好的，我知道错了，要惩罚我自己。我答应你啊，以后我们会小心照顾自己，不会让你操心的。院长，对不起，有人要见你，他说要领养小丁。小丁，宛如姐姐问你，这位阿姨以后要照顾你，你愿意跟阿姨一起生活吗？我现在是他唯一的亲人，为什么不可以把他带走？孟太太，我希望你能明白，这是我们孤儿院的规矩。有什么规矩？我是他父亲的合法妻子，现在我丈夫没办法履行照顾女儿的责任，我当然得帮他。可是你也得尊重小丁的意愿啊。你们怎么可以听一个小孩子的话？放心，我会好好照顾他的。孟太太，小孩子本身的意愿是很重要，如果他不愿意，谁都不可以带走他。而且在法律上，小丁的母亲没有和你的先生注册过，所以你不算是他的亲人。婉柔说的没错，孟太太。好，我现在就采取法律途径，把小丁带出这个鬼地方。你们等我律师信吧。
社团老大的身份来看我，还是以我老婆的身份来看我？你这么说什么意思？不必演戏。你今天来干嘛？跟我示威啊？我管理社团的业务都是为了你，等你出来再接手的。为了我，为了你自己吧。在里面一直想，到底是谁出卖我？现在看起来很明显啊。你竟然怀疑我？我跟了你这么多年，我的人是怎么样，你不清楚的吗？没错，我就是不清楚。如果我知道你是这么狠毒的女人，我会被你暗算吗？我真的不明白，为什么你会认为是我出卖你的？你凭什么怀疑我？因为你妒忌我外面有女人，所以你要报复。恭喜你，你成功了。我的确是妒忌你爱那个女人多过爱我啊。可是我从来没有想过对你报复的，我甚至还想要帮你去照顾小丁啊！不要碰小丁，我警告你，有什么冲着我来，不要去伤害小丁啊！坐下，坐下。我是真心要帮你照顾小丁的，我还准备了这份授权书，只要你在上面签。闭了！我警告你，不要碰小丁。如果你敢碰他，我一定不会放过你，我会杀了你，你听到没有？冷静点，冷静点。你听到我说什么吗？阿轩，说我求你好不好？不要伤害小丁，他是无辜的。我根本没有想到要伤害小丁的，我是真心要帮你的。真心？你等我一下，阿轩，我知道怎么做了。我求求你，不要伤害小丁，答应我，不要伤害小丁。好，走。我知道该怎么做了，走了。不要碰小丁，答应我好不好？阿轩，小丁是无辜的，你不要伤害小丁啊！阿轩，你答应我好不好？阿轩。哎，警官，警官，我认罪了，红毛猪是我杀的，是我杀的。你为什么突然认罪？你们别问这么多了，总之我是凶手，你们马上起诉我，我会马上认罪的。不过我有条件，你一定要答应我，一定要保护我女儿。我从来不跟犯人谈条件的。我不管这些啊，总之我只要我女儿小丁没事，你们要我做什么我都可以的。你先冷静一点，到底发生什么事？没时间呐，就当我求求你好不好？你们一定要答应我啊！啊，好了好了。总之，我照顾女儿就是了。谢谢你。他是谁？他叫黑熊。以前我跟过他一段日子。他的真名叫什么？好像是叫什么国雄的吧。就是黑熊，本名是安国雄。5年前，他干下起抢劫案之后就失踪了。3年前，他被逮捕的时候，已经发现他神志不清。法官判他入精神病院疗养，同时服刑。他没有位置的。不能肯定是他。迪伦，真的是他？他的确没有位置，也和凶手有同样的小动作。我还是无法确定是他。这么多年来，都找不到关于你杀父仇人的线索。现在总算有点眉目，我们不要急，总会找到更多线索的。虽然我们没有办法在他身上找到真凶，不过我们可以找他家人，
或者是他以前认识的朋友，可能也可以找到真相。我还以为我可以很坦然地面对这件事，不过没想到，刚才我看到他的时候，我心情却无法平静下来。我太高估我自己了。哎，你又不是圣人啊，他很有可能是你杀父仇人。如果换成我的话呢，我早就冲过去的。你算很冷静了。我一定会抓到杀死我父亲凶手，绳之于法，而且证明正义是存在的。哎，我听说你们心理医生很厉害哦，可以看穿别人的心理。我想问你，你知不知道我现在在想什么？我看你是误当心理医生为超能力者了。既然这样子，我干嘛来找你？我不用看穿你的心思，也可以帮到你啊。不过我觉得你并不能够帮得到我。我倒想知道你们平时做些什么东西的。我通常都会引导他们把自己的心里话说出来，然后聆听，再跟他们交谈，找出问题的根源。最重要呢是帮忙他们解决那些问题。那太好了，因为我根本就没有问题，我可以先走了，再见。你的问题就是不知道自己有问题。算了，你不如告诉我有什么办法呢，能够在短时间内完成你所谓的心理辅导。好，你先要尝试放松自己，然后呢要信任我，我们彼此间的信任呢是很重要的。OK， 我现在很信任你，看得出吗？然后呢？那你就从你小时候的事开始说起，可以告诉我吗？你刚才说我们两个要互相彼此信任了，对不对？不如这样子吧，我想听听你的东西，你先说。没问题呀。我父亲是医学院里的外科主任，母亲呢是一家公司的行政顾问。我只有一个弟弟，目前在考取医院大学。那你平时喜欢做些什么东西啊？逛街买鞋、跑步、跟朋友聊天。我最喜欢的呢就是看人。看人？观察人群呢。我记得念书的时候可以坐在乌节路看人，一看就是一整天。无聊啊。到你啦。我看不出吗？我最喜欢就运动。你喜欢跑步吗？我跑步的时候呢，我在脚踝这边放铁块的，然后叫敌人在前面逃，我在后面追，我一定要追到他为止。你这么积极锻炼自己的身体啊？因为我小时候呢就知道我长大做警察的。下个星期同样时间。谢了。哎，等我一下，我要搭你的顺风车。谁跟你说我的车已经顺风了？你不是要去孤儿院吗？当然是顺路喽。谁又跟你说我要去孤儿院的？你不是要送棒棒糖给小丁吗？这个棒棒糖呢是我买给我自己吃的，你不要自作聪明了。还有呢，我是死都不会去孤儿院的。我知道你厉害，如果真的有本事的话呢，就让小丁开口说话。小丁经历那么多惨痛的事，他比你更需要时间才能恢复正常。喂，什么意思啊？我哪里不正常啊？哎，说啊，那也不正常。欧阳哥哥买棒棒糖给你吃，小丁，我的姐姐带了糖果给你吃哦。其实你跟欧阳是怎么成为好兄弟的？
你想借助我的答案多了解欧阳的背景，对吗？我以前来到孤儿院的时候，整天不说话，差点患上自闭症。是欧阳把我从封闭的世界里拉出来，要不是他的鼓励，我到现在很可能还是个只会画画的自闭儿。没想到他有那么大的影响力。欧阳就像太阳，照耀着身边的每一个人，不管你躲在多阴影的角落，只要他来到你身边，你就会看到光明。哎，你们在搞什么？欧阳狗狗被打死了，凶手有2个人，我们在猜是谁。欧阳，凶手不可能是响尾蛇。好，我们现在重新扮演我推测的案发过程。欧阳，响尾蛇，红毛猪。根据响尾蛇的口供，开进来就往红毛猪的左脚开枪，再上前往他的腹部开多枪。这个时候，红毛猪就在这里开始爬，要拿电话。假设响尾蛇继续开枪的话，他站的位置应该是在这里，对吗？响尾蛇往红毛猪的背后开一枪，再继续上前，在背后近距离往红毛猪的太阳穴开致命一枪。停！请大家注意，响尾蛇是左撇子，是用左手开枪的。如果他是凶手的话，那红毛猪被射中的地方应该是左边的太阳穴，不是右边。响尾蛇不是凶手。没错。那响尾蛇为什么要认罪呢？你不是凶手，真正杀死红毛猪是另有其人，对不对？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。红毛猪大腿腹部那2枪都是你开的，不过最后那2枪不是你开的，是我开枪打死红毛猪的。我要说的都已经说完了，你们到底还要我怎么样？你在包庇真凶，你知道谁是杀人凶手的？是不是他在写玫瑰说？我说了，我是杀人凶手。不管你问多少遍，我的答案还是一样，我是凶手。喂，释放，银色战衣发光，呼啸的剑锋擦亮，水是因铁而战，善良被邪而埋葬，现实被恨弄脏，自尊被踩在战场，风潮遮蔽曙光，伤痕记在这心脏，下一秒撕开诡异的谎。
染血的土壤，锐利的刀枪，倔强在这一刻用眼神协商，愤怒在狂燃，天地间交战，和神都一样让它。